凌不疑从小背负灭门深仇大恨，在世人眼里，他深受文帝宠爱，少年英雄，战功赫赫。但他活得像一缕游魂，只有和程少商在一起时，最有人烟气。别庄初见，袅袅的机智果敢，让凌不疑记住了程少商这个名字。上元灯节，凌不疑在城楼上看到一身红色蜀锦的程少商，灵动活泼，笑靥盈盈，比星光灿烂。所谓一眼万年，也不过如此，一见便知是他，此生此心都是他。酒楼大火，他奋不顾身，英雄救美。不管是在玉昌公主的生日宴，还是在万府，凡是少商出现的地方，凌不疑脸上满是意外和惊喜，眼神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少商。华县遇险，凌不疑不顾自己受伤中箭，第一时间去救少商。猎物救美和宽衣疗伤，他对少商的爱意熊熊燃烧，两人暗生情愫。可惜少商当时不懂情爱，最终选择了楼瑶。驻华别院，凌不疑从感知楼瑶和少商一起到来时强装的冷漠，到楼瑶捂少商耳朵时眼中的失落，又到酒席中各种展示三观契合的助攻，再到酒席前后撑伞、送披风、换马送别时眼中流露出的关爱、难舍和落寞，都在诉说他的情不自禁。少商和楼瑶定亲，凌不疑专程向文帝讨了道诏书，嘉奖少商，就是为了让他在都城在楼家过得顺遂些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最终城楼两家退亲，少商几乎声名狼藉，凌不疑处处维护，更是找准时机求文帝赐婚。在萧元一夫妇表示出顾虑后，则是毫不吝啬地表达出对少商的爱慕之意。世间女娘千千万，但在他心中唯有程少商才是最好的。赐婚后，凌不疑带人操练程家人，不让少商吃饼，列巨蟒皮给他做鞋，为他找来不伤身的酒。他已经在尽可能地把自己能想到的对少商好的事情都做了一遍。两人吵架，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。他对少商说：“你不用改。”言外之意就是我来改，改成你喜欢的模样。少商为帮太子私造虎符，企图蒙混过关，凌不疑为保护他，拿出霍家最后遗物。这事也让少商意识到凌不疑对他无条件的好，决定投桃报李，以真心换真心。定亲宴，凌不疑特意向文帝请愿在程家办，还带话给少商，想怎么闹就怎么闹，一切有他。汝阳王妃带人闹事，更是请来文帝亲临现场为少商撑腰。少商情绪崩溃时，他会温柔抚背；受伤时，他会温柔包扎；吵架时，他会温柔认错。少商被五公主等人推下水，凌不疑为他出气，怒打8家大臣，一路打到御史台。虽然最后受了杖责，但也换来了少商的深情告白。少商查案被凶手劫持，凌不疑怒不可遏，霸气拆房救妻。一向做事狠厉果决的凌将军这次真的慌了，因为太在乎，所以怕失去。送热汤，缝铠甲，做软甲，凌不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。出征时向少商交托了自己的全部家底，双向奔赴的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事。程家一家被冤下狱，少商为救阿父连夜逃出都城。凌不疑得知后改变作战计划，转而强攻，独身一人潜入敌营，速战速决，好去寻找少商。两人联手不仅救出程父，还查清幕后真凶。天不随人愿，在两人感情最好时，霍君华的死是压死凌不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报仇，在结婚前夜抛弃少商，独自面对，只为了不连累少商和程家。这也是少商不能原谅他的原因。在他知道凌不疑身份的时候，曾多次问他是否有事要和自己说，却始终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他知道凌不疑的心意，也理解他的痛苦。在他单枪匹马去营救他时，就做好了同他生死与共的准备。少商接受不了凌不疑的隐瞒和抛弃，心灰意冷下请求皇上和皇后准许退婚。凌不疑知道自己失去了和他长相厮守的资格，自请流放边塞。少商大病一场后，闭锁长秋宫，不愿踏出半步。华县拔剑后，凌不疑偷偷捡走了少商弦，后一直缠绕在自己手腕上。戍边的5年，在凌不疑的内心，此弦就像少商一样陪伴在自己身边。5年后城门重逢，凌不疑尽管眼中的思念快要喷涌而出，却是小心翼翼，为少商调马鞍，始终不敢抬头看他一眼。悬崖遇险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你生我生，你死我死。”
可脱险后却只敢怯怯地问：“让在下送你回宫吧。”虽然双方心里都还有彼此，但少商始终无法放下心结。宣皇后逝世，两人在长秋宫道别，永不再见。幸好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少商在送宣皇后的遗物回乡途中被关押在密室，凌不疑危急时刻毅然决然跳下陷阱，只因里面有他最重要的人，他只想和少商生死与共。密室中，他悔不当初，不该抛下少商。时隔5年，少商终于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，渐渐释怀。在以为凌不疑葬身火海后，更是痛不欲生。当凌不疑再次站在他面前，他飞扑进他的怀里，一切爱意尽在不言中。两人苦尽甘来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凌不疑说过，遇到程少商前，他从未想过娶妻，但如果是他，也许这一路也有人并肩同行。他们同意睚眦必报，同样真是纯真的情感，同样为了自己所在意之人不顾一切。